Hello， 大家好。上星期我朋友帮我买了这盆花，这花我从未见过，颜色很娇艳，应该是一朵变异的花。看它的唇瓣，毛茸茸的，很可爱，颜色也很漂亮。但是，一盆里面就只有一朵花，而且看上去都快要凋谢的样子。这花没有名字，只知道是春石斛。这花有点古怪，在同一个点上长出了一朵花和一个高芽。我朋友不懂，他以为是高芽开出的花，还告诉我，在石斛的茎上有一个高芽，小小的芽长出了大大的一朵花，而且茎杆的顶部还有另外一颗高芽。这颗高芽比较大，已经长有根了。3-4天之后，花就谢了。一盆花只有一朵，我觉得好奇，翻盆来看一下，原来如此。水苔里面原来包裹着是一团已经枯死了的根。那么，为什么只有一朵花就不难理解了？因为根都已经死掉了。他就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，于是他就想方设法的要繁衍他的后代，延续他的生命。于是在没有开过花的节点上，什么都好了，芽也好，花也好，拼命的挤一些出来。看这个位置，虽然还是连着，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干枯了很久了。但是石斛兰很神奇的，它这条老杆子储存了很多的水分和养分，就算吸不到水分，它也可以继续的长高芽。看看头部这个位置，已经干死很久的了。看看这些根，应该本来是用一个小盆养的不错的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裹了一大团的水苔塞在这个盆里。看看这些根，完全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，应该是已经死掉很久的了。它外面又裹着一大团的水苔，看不到根，所以养花的人也不知道，其实这盆花的根已经死掉，还继续的浇水。那么就有点像什么呢？就有点像在育苗。我本来想等春暖的时候再换盆的，幸亏没忍住打开来看，希望它还能救治吧。先把干掉的这一节剪下来，看看这个剪口，已经是干了很久的了。有的人看见这个剪口位置这么黑黑的，会把它剪掉，从这个地方剪掉。其实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，剪掉之后还留了一个新的伤口。看看它的头，这里已经干枯了。再来看这2条枝，检查一下有没有生命迹象的根，看来是没有了。剪来看一下，看这些根都已经干掉了，那么就不用考虑了，把所有的根都剪断。看，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。接下来处理这2条杆子上的这些根，这些根呢已经全部死掉，留着也没有用，留着还占位置，还容易滋生细菌，所以大胆的不用考虑的把所有的根都清干净，所有的根都没了。最可惜的，这个芽点已经黑了，这边还有一个芽点还没黑，希望它能继续发育。根没有了没有关系，只要有一个芽点能发育的话，这花就有救了。现在来看这2颗高芽，上面的高芽虽然已经长有根了，但是不要摘，让它连着老杆子2到3个节来剪。上面的节点已经开过花，它不会再出高芽或者是开花，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。把它连着来剪的话呢，
它会继续的把养分回流给高牙，这样子的存活率比较高。另外，它不像摘高牙，高牙上有一个伤口容易感染。另外，枝条上的另外这个高牙呢还没有根，所以不要剪，让它继续的留在这条老枝上，等它长了根了再剪下来。由于我打算把那条老枝种在植料里面，所以我用封口胶把那个剪口封一下，这样子呢，细菌就不容易从伤口进去。当然，风干也可以，或者是用滴蜡的方式也可以，自己觉得方便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要用的是这个 Super Drive， 它可以有效的刺激植物的生长。在一杯清水里面滴2-3滴就可以了。换盆的时候用上它，可以有效的防止僵苗。然后把花放进去，搅匀，在里面呢泡上1个小时。另外这一支已经没有头了，但是长了1颗高牙的这一支呢，也放进里面一起泡。1个小时后把它捞起来，趁它还湿的时候，在上面涂一层生根粉，因为湿的它就容易粘住。把头部芽点的位置也涂上。涂完之后呢，把它放到一边晾干，等干了之后再上盆。我选用一个小陶盆，在盆底下放一些泡沫胶，注意不要把盆底的那个孔堵住。放这些泡沫胶的用意呢，就是让它更好的疏水，而且呢，可以用少一点质料，用石头呀，或者是大一点的木块、木炭也都可以的。我用它只是为了废物利用。好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会用一些泡过水，然后拧干水分的水苔，把这个花盆塞满，然后把它往下压，一定要把它压得很紧实，不要松，松的效果是不好的。不要担心压得那么紧，它会不会很难干？其实水苔把它压紧了，它吸水的量反而少。压的时候要注意把周边压低，中间高，就有点像一个小山丘那样。好了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来看这2条枝，这个头已经干了，怎样种呢？看看低的这一条呢是最老的，高一点的这一条呢是新杆，还有一个芽点。把芽点放置在盆的中央，然后把它压在水苔上面。它没有根，站不稳，那么我们就给它做一条义枝，把棍子插在水苔里面，然后用夹子把它夹住，这样子就把它固定了。如果没有夹子，用绳绑也可以，这样子就好了。看看，把它拎起来，盆不会掉下去的，要这么紧才可以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用麦饭石铺面。麦饭石既透气又保水，它还有一定的重量，可以把水苔压一下，因为表面上新的水苔有时候它会反松，把那个芽点给盖住，那么就有机会把那个芽点闷坏。铺了麦饭石之后，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。还有就是水苔有时候过干的时候，浇水它就一下子滑过去了，吸不了水。铺了它之后，水就可以均匀的渗透。另外，水苔很容易长绿藻，麦饭石不容易长绿藻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现在已经好了，看它并没有把头给埋进去，它既可以保湿，又不会把芽给闷坏。好，完成了。再来看剪下来的这颗高芽，这个位置呢，封口胶已经干了，可以上盆了。另外的这条枝上的高芽呢，还没有根，
但是不要紧，可以把它种在同一个盆里面。我用了这样一个透明的塑胶杯，上面打了很多的孔。我会在杯里放一些火山石，一来是增加重量，不要让它头重脚轻；二来也是为了更好的沥水。植料我选用水苔加树蕨，就是这种。水苔呢，我是预先泡湿，然后拧干水分的，比例大概是1:1，然后把它混合均匀。那为什么我又不像刚才那样用全水苔呢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高芽的根从未浸过植料，所以我就怕它用全水苔会太湿，容易烂根。而用树皮的话又可能太干，因为我们开暖气的很干燥。而水苔加树蕨，它把保水和透气两样平衡的比较好。还有这两种植料呢，都是比较松软的，上盆的时候不容易把根伤到。把2颗高芽种在同一个盆里面，关键点就是高芽的头一定要高度平齐。测好了2棵苗的高度之后，一只手固定苗，另一只手呢把植料放进杯里面，一边放植料，一边轻轻的用手指把植料压一下。放好植料之后，再看一下2棵苗的高度一不一致。如果不一致，就用没有根的那一条杆来调整，因为它没有根，可以拉高一点，压下一点都没关系。调整好高度之后，就要温柔的使劲把植料压紧，紧到这样子拎起它不会掉下去的。重点是2颗高芽一定要在植料上面，最后一步也是用麦饭石铺面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既美观又透气又保水。看看2颗高芽都在植料上面，大功告成。2盆都上好盆了，要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呢？不要放到太晒的地方，也不要放到太热或者是太冷的地方，也不要放到暖气旁边。开暖气空气太干，最好能开一个加湿器，增加空气湿度，而不是拼命的往植料里面浇水。这个浮盆期间要怎么样养护呢？可以参考我的视频第173集限水逼根法，就是上盆之后2周不浇水，然后用海藻叶泡盆1个小时，再停水2周，然后再次用海藻叶泡盆1个小时，然后再停水2周，再慢慢的把它移到光线比较好的位置，正常养护。期间最好每天都能往植株身上喷水，保证它不变成菜干。有的花友说他知道陶盆很好，但是他没法掌握它到底里面的植料干了没有。在这呢，我就想分享一下我的经验。陶盆它很透气，吸水的能力也很强。来看一下这个陶盆，刚才陶盆是浅颜色的，现在呢有一节是深色了，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里面水苔的水分。拧干水的水苔它都这么快能印到盆上，所以很容易看出。另外一种方法呢，是用手感，把手放到盆边，感到手心冰凉的，里面还是湿的。还有，如果植料干了，盆会变得很轻。这花没有名字，我还是把日期贴在盆边，方便记录。期待它们能健康成长，早日开花。它下一次开花会是怎么样呢？会不会是像这样的变异花呢？无论结果是怎么样，等它开花，一定请大家来欣赏。谢谢收看。